这种局面还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日本能做什么事情来改变局面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中国会效仿克里米亚模式收复台湾。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最关心台湾的问题，除了中国自己大概就是日本了。日本对台湾问题是情有独钟，他对台湾的关切似乎比美国更为急迫，因为台湾问题就是日本制造出来的。台湾回归祖国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上迈出了战略性的一步，而日本称霸亚洲的机会又会丧失一部分。所以近期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抛出露骨的言论。10月22号，日本防卫大臣在一次美日智库论坛上表示，中国可能会按照克里米亚的模式，兵不血刃的就收复台湾。这个论坛是由日本日经新闻社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如今已经是第18届了，因为疫情的问题，这一次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开会的。这个岸信介首先指责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然后他表示中国大陆进攻台湾可能在没有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开始，战争可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进行。2014年俄罗斯军队控制克里米亚地区之前实施了大规模的信息控制和网络攻击。岸信介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方式。回顾2014年的实际情况，人们可能会感到岸信介的说法很奇怪。对克里米亚的占领最后还是由俄罗斯军人完成的，无论是合法接收还是非法入侵，世界上哪有不动用军队就完成了领土归属转移的呢？岸信介接下来的话暴露了他的真实图谋。他说，由于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威胁到了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在钓鱼岛附近部署海岸警卫队船只，派遣航空兵进入台湾附近的空域。言下之意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战争已经开始，美国还不赶紧出手？岸信介或许忘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到现在已经7年了，也算是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的现状。美国或者是整个北约派出了哪怕是一兵一卒来恢复现状吗？所以岸信介的这一番话表现出日本右翼势力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或必将统一的前景已经是无可奈何了。其实岸信介跑到这样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本身就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这个论坛本身就是2个咨询机构之间的会议，虽然层次不算低，但每个方面派来的代表都没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其中包括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和日本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这些人都没有官方身份。岸信介作为现任的日本的防卫大臣，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没有出面的情况下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且发表政策性的演讲，这是不合乎规矩的。说直白一点，就是把日本的国格给降低了。当然了，平等不平等，日本方面可能一点都不在乎，反正美日之间一直都是不平等的嘛。只要美国愿意出手和中国开战，日本受些屈辱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近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会让这个岸信介觉得统一战争已经开始了呢？他在发言中说强国正在继续加强军事实力，获得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这里的强国是日本政治环境中对中国的暗指。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在航天技术和信息化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日本在这2个领域也有一些建树，但总体上已经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例如在太空领域，日本对自己的能力是非常不满意的。早年日本曾经用朝鲜导弹试验作为借口，开发了情报收集系列的卫星，
但是由于卫星的数量少，效果也不好，朝鲜近年来大量的试飞各种导弹，新型号是层出不穷。日本的情报机构就很难对这些导弹的试验进行监控和探测，而中国的商业遥感卫星已经大量的上天，无论是可见光还是雷达卫星，公开销售的头像的分辨率都不见得比日本间谍卫星更差。在信息化领域呢，解放军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美国，把日本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如今呢，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军事和战略性的技术方面的对比已经彻底的逆转。日本虽然还是西方7国的成员之一，但是要讨论最先进军事装备的水平，它已经比不上解放军了。而且解放军的主要装备都是自行研制的，这种局面还是甲午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日本能做什么事情来改变局面吗？当然是哀求美国了。但美国也不是傻子，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院长约瑟夫随后发言警告说，如果美国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在捅马蜂窝。实际上，到底要不要为了台湾去捅马蜂窝，在美国内部也是激烈争议的话题。日本想要骗美国为自己火中起立，似乎太想当然了吧。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